有冇搞錯？有見面啊！今日因為咧就係有一啲勁嘢啊，正喺度發生嘅，所以我哋覺得咧應該做，應該講嘅。通宵都要做，好辛苦啊，好攰啊！係啊，不過而家咧真係喺台灣而家發生緊嘅。當然我哋未知道結果啊，因為我哋都係喺度睇新聞啊，而家喺度投緊票啊，喺度做緊嘢嘅。不過咧，我想講咧，對於香港人嚟講咧，包括我在內啦，其實咧本身呢個大罷免嘅事件咧，其實都經歷咗幾個月，甚至可以話係上年已經開始講起㗎啦。係啦。不過咧，真係最近咧，可能因為台灣好多人討論啦，我喺 Facebook 啊、IG 啊開始就有啲台灣嘅 post 出嚟啦，開始引起咗我嘅關注。咁我相信好多香港嘅觀眾咧，可能都係因為咁而開始了解大罷免咧，但係可能對成個罷免咧，未必話真係好知道成個來龍去脈。我簡單咁樣同各位觀眾講講一啲 basic 嘅資料先。咁因為咧，台灣嘅立法院咧一共有113席啦，民進黨咧就佔咗51席，咁係少過國民黨同埋民眾黨咧一共加埋嗰個議席嘅。咁啊出現咗一個咧就係朝小野大嘅情況啦，係啦，即係行政部門係控制咗，被人被在行政部門被在野黨控制咗，唔係行政部門，我哋即係行政部門係。哦，係冇錯，講咗3次確認咗啊！諗好重要嘅嘢要諗啦。太夜啦，嗰個頭，而家嗰個電腦速度慢咗好多。個 RAM 要 upgrade 啊！要食糖啊！要食糖唔得。係啦，咁咧其實咧今次一個即係本身咧，其實在野黨咧不嬲喺全世界嘅角色都係可能有少少挑釁啊，或者有少少去監督政府啦，呢個係天經地義嘅。咁但係台灣今屆立法院咧，其實喺過去嘅1年嘅嗰個運作咧，出現咗好多次咧，就係唔係按照以前嗰個法案嘅流程去做。咁咩叫以前嘅法案咧？就係通過1讀啊、2讀啊、委員會討論啊、朝野協商之後咧，進入3讀一個情況啦。咁今次咧呢一年咧，藍白嘅立委咧多次喺法案進行到3讀投票之前咧，先提一個新嘅版本，係啦。咁喺呢一個法案咧，未經全體立委詳細討論之下咧，以多數壓倒少數嘅方法咧，通過咗好多個係具有爭議嘅法案。可能石 Sir 呢度補充下，咩叫就係佢最後先一個新嘅版本？哇！幾千頁嘅一個法案，提前1個鐘頭俾你。你辣都未辣完啦，明唔明啫？係個目錄都未睇，未睇完就已經要投票啦。你話未得，我未睇完唔理你啦，係咪？因為我哋已經通過咗，就投票，因為我人多。咁啊，其實呢個係叫做有啲已經接近咧，叫做多數嘅暴政啊，而唔係多數嘅一個妥協嘅。因為民主制度咧係要有除咗少數服從多數之外咧，其實佢後邊有好多嘅妥協嘅機制嘅。呢個即係將呢個妥協機制咧切咗佢啦。咁啊就擺明咧就玩嘢啦，就係玩你啦。即係我即係指住人多，咁我就蝦你吹咩？即係咁嘅意思啦。其實呢個係當然即係對於呢個民主嘅制度嚟講啊，當然係有好大嘅呢個一個衝擊。同埋其實，因為你而家咁樣做，咁下次人哋都可以咁樣做啊！哇，即係成個制度可能就會有好大問題。當然呢個佢唔單止係咁樣，因為佢而家因為佢係立法院啦，佢因為多數咧，所以佢有啲咩國防委員會啊，有啲咩委員會都係。即係佢哋嗰啲人，而且咧好多人懷疑呢個人咧同中共有關嘅，咁啊佢企喺出嚟，哇！你要交嗰個國防機密嗰啲文件俾我，我要睇，咁啊，哇！你對於國防部嗰啲人嚟講，呢個好得人驚嘅，係咪？嗰啲武器啊，嗰啲咩同邊個交易啊，做啲乜嘢會交俾你，其實呢個好危險嘅，俾人感覺。因為當然呢個係民主制度裏邊嘅一個比較弱點啊，我覺得即係俾人哋隔住你呢樣嘢嚟做嘅，所以其實呢個國會裏邊咧，佢唔單止咁樣，
包括呢個憲法法官啊，係佢話因為台灣嘅憲法，佢即係佢有一啲，佢又因為佢干預到行政單位嘅施政，所以被呢個憲法法院咧裁定佢係唔合法嘅。咁啊，但係佢又點咧？佢就通過一個法案，就話你呢個裁定咧一定要9個8個9個法官同意，咁啊先至得嘅。但係台灣而家因為嗰個憲法法院咧，係總共好似16個，我記得係咪？已經即係而家得7個定8個，即係少嘅。咁啊，當然即係人哋就要追加呢個法官啊任命啊，佢就唔通過，你任何人我都唔通過。咁啊，你永遠嗰個等於立法會啊立法院將呢個憲法法院嘅武功廢除咗啦！呢樣嘢咧，即係等於你唔單止要廢除呢個行政部門嘅武功，你都要廢除埋呢個司法系統嘅武功嘅。所以呢樣嘢咧，即係你因為呢個喺民主社會裏邊啊，三權分立其實係一種相互支撐嘅機制嚟嘅。如果呢個唔係相互支撐嘅機制咧，隨時冧檔嘅，一定要三權分立。咁呢個咧，其實好多人咧就覺得中共係背後搞嘢啦。咁啊，呢度其實阿石 Sir 要靠你幫你分析下，究竟後邊中共而家呢個最大嘅一個爭議就喺呢度嘅，因為我哋知道而家喺度嘈緊啦，即係要罷免幾多嘅立法24個立法係點樣罷免啦？個程序係乜嘢？我哋一陣間講嚇。咁啊，罷免同埋反罷免之間嘅爭論就喺呢度啦。嗱，呢個爭論咧就係焦點嚟嘅，就係話罷免嘅人要罷免呢啲冇嘢水滿咗，要罷免呢個立法院嘅議員啊，佢嘅意思即係話，你呢個做法其實係共產黨授意嘅，即係佢嗰邊要做呢樣嘢，可能係有好大嘅問題。但係咧，即係國民黨嗰邊啊，即係話佢反罷免嗰邊咧就話，唔係，我哋係民主機制啊嘛，民主機制就係我有權反對你嘅，我人多我就即係投票，少數服從多數，即係佢話你嗰個係亂亂扣呢個帽子，的確係嘅，佢哋行緊都仲係即係合乎法例嘅嗰個流程嚟嘅。係啊，即係按照呢樣走。但係呢個咧，其實當然我哋係咪有問題咧？我就覺得一定係有問題嘅，即係國民黨嘅立法委員啊做嘅呢樣嘢我哋先將呢個成個呢個台灣嘅選舉啊推翻去2019年，即係大家即係之前嗰樣嘢嘅。香港只可以示範一次嘅。香港人呢一次喺台灣有好多港人，喺台灣嘅港人而家企出嚟，佢哋有投票權嘅就去投票啦，冇投票權嘅都係舉住。我哋只可以示範一次，香港只可以示範一次，即係講呢樣嘢啦。即係好明顯，2019年嘅係台灣嘅總統大選嗰一次，係6月份之前，係國民黨嘅韓國瑜咧，係遠遠超過呢個蔡英文嘅，超過我記得最多嘅超過30幾40嘅，呢個民意調查。但係6月份之後就睇住就開始變嘅，咁到8、9月份就黃金交叉，最後到12月選舉嗰時，哇！完全調轉過嚟，完全調轉過嚟就完全贏晒。原因係乜嘢？原因就係一國兩制喺香港徹底失敗，就係香港嘅朋友講嘅。我哋示範咗一次，失敗咗啦。咁啊，台灣點算？咁啊，台灣嘅人就否定、否認、唔接受一國兩制，完全變成台灣社會嘅主流嘅聲音。呢樣嘢就係變成
民進黨，所以就可以贏到呢個大選啦，可以贏咗。咁呢一次其實佢又係贏咗嘅，但係咧要講2022年，好似已經22年咧，中共就係呢個20大，係17年係19大，22年係20大。20大選完之後，其實我已經有人同我哋講啦，王滬寧嗰時咧已經做咗政協嘅主席，即係佢係連任咗呢個常委啊嘛，但係做咗政協嘅主席。有人就講王滬寧將會主導對台灣嘅政策嘅重新設定，因為你一國兩制已經衰咗啦嘛，因為軍事即係用武力統一嗰度就即係唔到佢嚟做啦，都唔關一國兩制嘅嗰個事啦，係軍隊嗰邊做嘅。但係佢喺表面上邊呢一套咧，佢就設立另外一套嘅戰略。呢一套嘅戰略係乜嘢？你要俾一個講法，你要俾一套戰略，你要俾一套可以操作嘅模式。呢個係王滬寧過去做呢個政協主席，由2022年到而家，一路都係佢係主導呢樣嘢嘅。所以我哋睇到咧，譬如話喺中國大陸俾台灣人發身份證。呢個係就係即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喺福建搞呢個閩台融合區，即係所有嘅台灣人如果去到福建咧，你可以攞當地嘅身份證，你可以喺當地做公司啊，你可以點，即係好似福建人一樣咁樣嚇。就呢個都係佢哋嘅做法之一啊，包括咩？應該係話器官嗰個手術移植手術，揾咗呢個台灣嘅一個即係藝員去做啦。呢啲就係我哋會係幫台灣人做一啲嘢啦，即係仲有鼓勵台灣年青人喺中國大陸創業。我哋會資助你貸款，呢啲都屬於20大之後推出嚟嘅一啲措施。但係呢啲只係做法，你唔係好似鄧小平嗰時提出一國兩制，起碼一個大家聽好明白你呢個意思係大概係點？佢就提唔到呢一樣咁樣嘅嘢出嚟，就始終提唔到。即係政策上高成係一個大嘅目標，可以一攞出嚟就好犀利嘅。因為共產黨最犀利做呢樣嘢嘅，王滬寧啊，做咗3個中國最高領導人嘅智囊。江澤民佢提出嚟3個代表，胡錦濤佢幫佢提出嚟叫先進生產力，叫科技係咩先進生產力。習近平咧佢又提出嚟習近平思想，哇越嚟越犀利嘅，佢3個佢都提出嚟，個個人都好高興喎，大佬你咁犀利，你不如提一個同台灣有關嘅嘢，但係佢提唔到啦，第3樣嘢都提唔到啦，即係呢樣你嗰啲係實質嘅嘢就提唔到啦，嗰啲。但係佢其實係對台灣工作民嘅呢一方面嘅最高領導人。即係民工無客嘅民嘅方面，武嗰邊咧當然係軍隊嗰邊啦，主要係軍委主席啦，即係去習近平嗰邊嚟定嘅。但係民呢一邊咧就係王滬寧。好啦，講到呢度咧，大家就可以明白2024年嘅4月份，國民黨有個代表團傅森奇。呢個國民黨嘅呢個立法委員啦，大隊就去上海見咗王滬寧，幾十個人見咗之後，一翻到台灣就開始做呢樣嘢啦，即係做開始擾亂呢個係啦架空跟住就其實就嗰次就有消息傳出嚟嘅，就最大限度限制行政當局嘅施政。尤其係國防、安全、國家安全、外交，呢一方面一定要即係盡量拖延，即係令到佢做唔到嘢，就係咁樣。其實已經有消息傳出嚟嘅，
即係一傳出嚟。所以你話我當然我冇同阿黃生打過電話，所以我唔知係咪真係佢俾嘅呢個料係咪即係要佢哋做。但係我哋睇到咁多嘅消息，我自己認為係同佢係有關。因為佢真正嘅統戰部對台辦呢個政協全部都係佢管。即係等於係佢設立咗一個好大嘅一個方向，一個操作嘅方法。就係呢個方法。其實仲有嘅，除咗通過立法院去牽制為干擾呢個行政部門之外咧，仲有其他嘅，包括佢要整一個游擊隊。游擊隊係而家係唔一定係而家，佢要通過呢個台灣嘅黑社會，到時俾武器佢哋。一旦解放軍打過嚟嗰時，你哋就去破壞城市裏邊啲咩交通啊、咩電線啊嗰啲嘢都有嘅，即係類似呢啲嘢。即係當時講出嚟有好多嘢嘅，仲有宮廟，台灣好多廟噶嘛，好多廟，嗰啲廟裏邊嘅人，好多人都會去中國大陸嘅。因為佢哋呢一方面滲透都好犀利嘅，所以嗰一方面都有好多嘅呢啲安排嘅，即係講好多嘢。但係最主要咧，我哋今日主要講立法院嗰度嘅嗰啲事，咁啊，即係當然就越嚟越犀利啦。咁啊，當然就變成有啲台灣嘅一啲民眾就覺得話而家越嚟越危險嘅，因為其實我之前同大家講。台灣最危險嘅時間就係2025年到2027年，呢個原因就係中共咧係認為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社會會進一步撕裂 ，which is so right。而家真係亂到七彩咁樣，佢認為政治一個大嘅分裂，社會大嘅撕裂。包括軍事上邊咧可能會出現指揮唔到嘅一個情況，但係而家軍事上面係冇呢個問題，係其他方面就有呢個問題啦。佢又認為美國可能會有一個大嘅經濟危機。咁啊前一排不停有人講美國經濟唔得啦，就係咩，但係而家睇嚟美國經濟好好，又冇乜大問題。另外佢都覺得特朗普上嚟之後會同其他國家鬧翻收呢個關稅，所以就會國際形勢就好緊張。譬如話同加拿大啊、同日本啊，但係而家睇起嚟係緊張，但係未至於到話變成敵我矛盾。其實都係大家喺度傾緊呢樣嘢，即係好傾掂咗好多國家添。所以而家呢個問題可能冇咁嚴重，但係佢之前嘅設計就係到而家呢個時間。就開始2025年到2027年，如果喺呢個時間配合解放軍去進攻台灣，咁啊最好嘅時間就係11月到第二年嘅3月之間，冇颱風嘅時間，所以等於25年到26年，26年到27年有8個月嘅時間。而家呢個時間啱啱係計到啱啱好嘅。因為喺台灣整到好亂，即係大家你罷免我，我又罷免你，雙方又嘈到好犀利，軍隊裏邊又好亂。喺台灣真係比喺美國效果係大好多嘅，你可以睇到共產黨嘅滲透。所以佢又整到呢個時間啱啱好係好亂。咁啊嗰個時間如果係美國又亂，台灣又亂，即係其他地方又亂，就可以進攻，有機可乘。所以佢嘅安排係咁樣嘅，所以咧，但係台灣即係民眾而家又出嚟醒覺呢啲嘢咧，就叫做咩咧？我自己覺得就係叫做人算不如天算啊！你以為樣嘢都可以咩？係嘛？就叫做共產黨講啦，搬起石頭砸自己嘅腳。所以王滬寧其實即係共產黨啦，係嘛？王滬寧只係一個代表啊。設計咗好多嘢，反而咧即係令到大家好驚佢，即係好警惕好警惕。
所以而家正喺度台灣喺度發生緊嘅大罷免呢個運動嘅其中一步。咁啊做完之後咧，後邊仲要補選啊，仲要睇下有冇成功。如果罷免成功，跟住又有補選，又要補選。如果補選，如果國民黨或者藍委或者白委即係又選上咗咧，咁又係另外一回事啦。咁啊而家就係睇下呢個會點樣？即係當然，即係對於呢個民進黨嚟講，佢當然希望係如果24個全部罷免晒，係咪？即係30幾個人全部罷免咗，全部選咗民進黨嘅。但係呢個可能性唔係咁大啦，起碼即係中間。但係唔理點啊，你只要10個或者8個成功，其實已經可以攞到呢個立法院嘅多數啦。所以佢其實呢個即係咩求諸其上，得乎其中啊？係咪咁講啊？係。你可以俾俾啲觀眾 show 俾觀眾睇睇嗰個立法院嘅一個比例啦。咁呢個咧就即係而家目前咧即係國民黨我真係住細。緊要，最緊要係上高嗰啲數字嘅啫。咁啊，即係國民黨而家係52席，民進黨係51席，台灣民眾黨咧就8席嘅。咁就係呢個藍白嘅呢一個加埋啦，其實就有60嘅。咁所以如果民進黨可以攞到即係8席啊咁樣，或者係即係攞8、9席咁樣，咁其實就可以攞到個主動權噶嘛。要超過57，我記得係57，就可以攞到多數嘅。咁啊，所以民進黨咧而家最少需要6席先至可以攞到多數。但係民眾黨嗰度你罷免唔到，因為民進黨咧，因為佢台灣嘅立法院啊，呢個罷免啊，佢有個法律，佢係罷免唔到叫做不分區嘅議員嘅。呢個不分區即係佢嗰個台灣嘅呢個立法院嘅選舉，佢係咁樣，每分成唔同嘅選區，每個選區咧就選一個人出嚟嚇，咁啊每個黨都可以去參加，但係你投每一個選民選呢一個區嘅候選人之外，我仲可以投一個黨嘅一張票。咁啊投完之後咧，就按照呢個你呢個區邊個贏就邊個贏啦。但係全國加埋邊個黨有幾多嘅比例，就按照幾多比例分其他嘅嗰個席位俾佢。咁啊，所以民眾黨咧就攞咗8席。所以但係呢一個嘢咧，你如果要罷免，你等於係全台灣要重新投票。咁啊呢樣嘢佢又法律上就冇規定嘅。所以佢就罷免唔到啦。所以只能夠罷免國民黨嘅嗰啲即係直選嘅選區嘅議席。所以呢個加埋，因為佢呢個罷免就唔單止係佢呢一次罷免啦，即係我哋講呢個立法院嘅，其實仲有一個市長，仲有一啲咩係縣嘅議員啦，即係有啲。新竹市長高虹安都要喺今次呢個罷免當中名單當中嘅。所以呢一次咧就會睇下會發生乜嘢啦。但係呢個。應該台灣其實佢個效率好高嘅。到夜晚黑，到即係當地時間，即係我哋呢度嚟朝頭早，結果應該出到嚟嘅。因為我記得即係你話美國好先進，但係佢計票計一個星期嘅。台灣就係到夜晚黑2、3點就已經全部計晒出嚟㗎啦。呢一次又唔係咁叫做唔係咁複雜，係咪？即係所以係，但係佢係分成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你如果要罷免嘅話，你要攞到選區裏邊1%嘅選民嘅聯署嘅支持，咁就開始立案，就係呢個案就開始就設立咗。咁跟住咧
第二個階段咧就係聯署，都係聯署，你要選民有10%係同意罷免。而且要60日之內咧，10% 嘅選民同意罷免咧，有一個叫做中選會咧，先會判為有效。咁咧就會喺一個罷免案成立嘅60日之內咧，啟動一個罷免投票，即係第3階段。係，而家就係第3階段嘅第一次。係，因為有啲提交嘅嗰個罷免嘅嗰啲資料，可能遲幾日嘅，遲幾日仲有幾個。8月23號仲有7個人。今次係24個。24個，就7月26號，即係而家選緊，係啦。咁而且今次第3階，即係呢個第3階段咧，佢係一個比較難嘅一個，因為佢有一個雙重機制嘅，你要達到雙重門檻，通過咗雙重門檻先可以叫做成功嘅。咩叫雙重門檻咧？首先第一就係同意罷免嘅人數要多過不同意罷免嘅人數。第二個就係同意嘅票數咧都要嗰個選區嘅1/4，即係假設嗰個選區有10萬人咧，就要至少有25,000人同意，而且要25,000人，即係可能反對嘅人要得1萬，少過25,000人，佢先叫做達到呢個雙門啦。理論上邊有25,001人投票，你都可以通過，即係一個人投反對票，你其他人全部投支持啊、罷免啊，係咪？即係，但係起碼呢兩點，一個你要同意嘅人多過唔同意嘅人，第二同意嘅人要超過25%，係所以呢樣嘢咧就都難嘅。所以我睇到呢一段時間好多嗰啲即係動員，即係嗰啲宣傳嘅人，佢唔單止喺台灣入邊做呢個宣傳活動啊，喺海外都有啊。因為佢哋都可以投票啊。因為海外好多，我知道有啲台灣人話要呢幾日要請假翻去買飛機票飛翻去台灣投完之後翻嚟翻工嘅，都啱啱係週末。好有熱情喎！如果真係咁即係嗰個投票率高嘅話咧，我諗對罷免係好有利嘅喎。係啊，當然，因為你起碼你要超過25%先至得嘅。係，而且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咧，如果假設今次大罷免係失敗咗，4年之內係唔可以再罷免同一個人。係啊。咁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即係 all or nothing 嘅嘢嘅，係啦。跟住然後就去到下一步，即係如果罷免成功咗啦，就去到第4階段就係補選。咁你補選係咪真係全部綠營贏晒咧？又唔一定，都唔一定。但係我聽講今次好似連好多藍營嘅人都走去即係支持罷免嘅喎。係啊，你話最明顯嘅所有呢個罷免嘅黑紅咩團隊嘅首領。曹興誠係啊，曹興誠佢本人就係國民黨黨員嚟嘅，以前佢係藍營嘅，包括嗰個陳柏咩？我哋採訪過佢嘅，即係唱歌嘅陳柏宇、陳柏強，唔係陳柏柏樹嘅柏，陳柏陽啊，唔係陳柏陽，陳柏立。或者一陣，佢有個歌嘅，反攻大陸，有個歌反攻大陸。我哋採訪過佢，我哋喺精英論壇嗰度。邊嗰個？陳柏元。陳柏元，sorry，陳生唔好意思，好在佢唔識聽廣東話。陳柏元咧，佢都係藍嘅，佢以前唔單止藍添啊，佢係紅嘅。佢喺以前喺中國大陸嘅，即係佢當然佢翻嚟佢都即係一齊去做呢樣嘢啦。所以即係非常之有意思，唔係話即係話係以前。投國民黨嗰啲人就會點，完全唔係一個用顏色嚟分呢個投邊方咩方嘅，完全唔係呢回事。因為好簡單，台灣係差唔多89%嘅人唔想台灣俾中國大陸俾共產黨統治，咁簡單。係好反感
中國共產黨。所以其實今次基本上係一個反共嘅一個投票嚟。係啊，我認為係嗱。之前咧，即係好多你知道中共做呢個宣傳啊，好犀利嘅。佢話做咗好多影片啊，台灣人啊點打仗，冇啦，我投降啊，咩，即係會講呢啲咁啊。會影響到好多人啊，即係佢中國大陸最善於做呢啲嘢嘅。不過咧，就我覺得比較有意思嘅係，美國國會啊，啱啱通過一個法案，就係支持台灣嘅，支持台灣嘅法案就話佢話咧，如果中共進攻台灣，佢會第一時間要公布中國大陸嗰啲高層領導人喺美國嘅財產，包括佢哋嘅親屬喎，直係親屬，所以即係當然呢個你話公布，我睬你都傻啦，係咪？即係我都有晒嗰啲防火牆啦，你唔會影響到國內人。我又唔係中興後，我唔驚。即係佢啊有錢冇錢啦，即係呢啲嘢。所以我話前一排好多錢由美國走翻去香港啊，可能同呢班人有關嘅，你知道？就因為即係佢係眾議院係已經講咗，想通過呢個法案咧，係表達對台灣嘅支持。同埋佢唔想有戰爭，唔想中國大陸去打呢個台灣，因為一打咧，美國又要派兵又成，又好麻煩。但係呢個咧要通過參議院同意先至得。上一次其實已經眾議院通過，但係參議院嘅拖到冇咗嘅。但係上一次參議院咧係呢個民主黨多人多嘅，呢一次咧就唔知啦。我哋會睇會唔會真係全部通過變成美國嘅法律。佢係授權美國財政部，即係貝辛特啦，就係調查呢樣嘢。調查呢樣嘢咧，到時會公佈出嚟。咁啊，呢樣當然比較好多花生剝噶咯。係啊，一定。不過我想講咧，台灣人行到第3階段咧，其實都已經好，我覺得個跡象或者係佢哋嘅民意都幾明顯噶啦。因為當時咧，其實藍白咧都有反攻，就係話都要罷免綠嘅，係啦。咁但係好明顯就唔即係冇民意支持啦。咁而家綠營咧，佢哋係有民意支持行到第3階段。咁我相信第4階段咧，應該如果第3階段都得到嘅話咧，第4階段應該唔難嘅。咁樣其實係咪即係代表中共嘅呢一個想用民嘅方式去武統台灣就徹底失敗？我認為係起碼失敗咗一大半。另外仲有嘅，佢都有成功嘅，譬如話共產黨咪整咗一個咩館長，你知唔知啊？台灣有個館長，以前係反共噶嘛，以前都係支持呢個民進黨，但係佢都被收買，即係佢都而家變成支持藍營嘅，支持共產黨，又去咗上海，話覺得中國好好啊，呢樣嗰樣嘅係咪？佢都有佢嘅，即係共產黨。如果佢即係你只要係用夠多嘅錢，你的確可以收買到好多人，但係你想收買2400萬嘅所有嘅台灣人，咁啊呢個使嘅錢好多嘅。如果可以使咁多錢，你不如美國每一個香港人俾100萬，咁樣就已經全部收買晒啦。係咪？但係呢樣嘢咧就係我哋老百姓，我哋選民，我哋就係想政府收買我哋，你係嘛？我哋俾稅收咁樣就收買呢個，即係政府你要用錢使喺呢啲普通老百姓身上，跟住俾大家自由啊，就係用呢樣嘢嚟收買我啫嘛。一個韭菜都唔夠啦，仲俾錢你。係啊，而家即係中國大陸經濟其實有問題嘅，你反而睇台灣即係中共嗰邊咧，雖然話即係打壓台灣打壓得好犀利，但係台灣經濟好好啊，非常之好啊！呢一段時間，所以呢個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如果呢啲嘢都睇唔清楚咧，其實係盲嘅。其實你完全即係睇唔到事實呢個問題。咁其實分分鐘好似台灣今次有可能好似香港。即係嗰陣時區議會選舉或者係35+咁樣。嗰時咧，
就係區議會嗰啲咧，就係贏喺香港民主泛民咧贏咗之後咧，對於中共嚟講係一個好震驚嘅一件事嚟嘅。佢認為呢個區議會係完全冇問題嘅，因為係佢哋傳統嚟講係佢哋嘅控制晒咁啊，點知係俾贏咗咁啊？係因為呢一件事，佢就立意將立法會、區議會將咩呢啲全部俾你打冧，全部國安法咩23條全部嚟過，呢樣即係對佢嚟講，佢係可以做呢樣嘢，因為佢有軍隊、有警察、有乜嘢。但係喺台灣就唔同啦。台灣如果係即係俾台灣人做咗之後，佢除咗佢用軍事嘅手段，佢其他冇手段。所以呢樣嘢咧，即係其實對佢嚟講，佢可以選擇嘅工具其實好少嘅，好少。但係可以用嘅都用得差唔多啦，其實冇乜大嘅牌啊，仲可以用嘅。咁我哋真係要等等。咁我想問咁樣咧，其實台灣譬如假設真係而家綠營贏咗啦，咁對成個世界局勢又有啲咩改變咧？起碼有一點，美國人知道台灣人係想要保護自己嘅民主制度。因為美國要唔要支持台灣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前提條件，就係你要唔要自己保護你自己。如果嗰啲人話，冇啦，我自己投降啊，我做咩派人嚟保護你啊？係嘛？所以如果呢一件事如果真係發生，做咗呢樣嘢，對於美國政府嚟講係一個好明顯嘅一個信號。即係你俾全世界嘅一個信號，你哋會保護自己嘅制度，保護自己嘅生活方式，保護自己嘅民主。咁啊，當然大家就可以支持你。但係呢樣嘢咧，就係對全世界就會好大影響啦。如果大家覺得台灣唔保護自己，你覺得美國人會做第一件事咩？即刻同中共傾咯，唔係即係芯片公司快啲搬過嚟。你唔係我以後唔好喺你嗰度買，係咪？即係嗰時咪有人透出嚟嘅話，如果中共佔領台灣，美國第一時間將個芯片廠全部炸咗佢。嗰啲人咪喺度嘈啊！我唔知係咪真嘅，但係呢個喺戰略上邊咧係符合邏輯嘅，你知道？所以呢樣嘢係即係起碼你台灣要表達自己要保衛自己嘅呢個意願，呢個意志，咁啊先至可以。但係呢樣嘢咧係對全世界好大影響，因為台灣而家係呢個芯片嘅最重要嘅一個地方。可惜就係嗰陣時香港已經因為始終係中共嘅地盤啦，所以就算香港民意咁強啦，都係冇用，美國都唔用。係冇錯，其實鄧小平本人係唔係中意共產主義嘅？係因為佢嗰個白貓黑貓啊，摸着石頭過河啊嗰啲嘢，即係意思講得好明白。我睬你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俾大家食飽飯就係好主義啦，就係咁啊！解釋就係咁嘅。但係佢嗰個制度係佢嘅工具，佢統治，佢唔會失去佢個權力。佢保護自己呢個權力嘅制度就係呢個即係無產階級專政，就係共產黨嗰一套。但係嗰一套嘢唔單止係一個工具，嗰個工具係可以反轉過嚟控制你嘅。所以呢樣嘢先至犀利啊！即係好，你死咗之後，呢個工具俾另外啲人掌握咗之後，佢就好有可能就變成你就要跟住呢個工具，跟住呢個制度行㗎啦。即係好似一個轉盤咁樣，你就永遠都係咁樣。魔戒係佢魔戒俾你好多權力，你可以用魔戒咧做好多嘢，但係你最後你係俾個魔戒控制，冇錯。所以呢樣嘢就係共產主義嘅可怕之處。好啦，咁我哋今日即係呢一集就做到呢度啦。好，今日我哋聽日後日，我會自己到時我會同大家一齊分析啊。
嚟講下呢個結果罷免嘅結果啦。我記得佢好似唔係即刻公布啊，啱啱有睇過。係咩？係啊，我記得佢，不過我呢個唔係話非常之 sure，但係我記得佢好似話佢公布嗰日咧就即刻就好似個職位冇咗嘅，所以我記得佢好似要，我唔知啊，我要再睇睇先。係啊，睇下會發生乜嘢啦。始終呢樣嘢咧喺以前喺台灣都冇發生過。係雖然係呢個高雄市長被罷免係嘛，但係你咁大範圍嘅呢個立法院嘅議員啊，會罷免嘅話咧，呢個從以前未發生過。其實都好嘅，即係我覺得係代表住即係台灣人嘅一定嘅覺醒㗎。係啊，冇錯，呢個都多謝香港人啦。係你示範咗一次，只能夠示範一次啦，冇辦法。係。好啦，咁我哋今日就到呢度啦。記住中意我哋節目嘅朋友啦，即係希望你哋可以多多支持我哋咧，因為我哋係一個獨立製作嘅團隊啦。咁好多嘢都係我哋自己一手一腳去搞，即係製作出嚟嘅。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我哋，係啦。咁我哋多啲發表一個，即係多啲好似我哋呢啲正義嘅聲音咧，對呢個世界可以提供一個比較新穎或者比較正確嘅角度，咁可能大家都會做一個正確嘅選擇。係啦，你見到台灣人都講係台灣加油，國語啊，台灣加油，加油，好，大家一齊加油，好，拜拜。拜拜。應該香港連香港加油都唔講得啊。我記得我啱啱唔記得喺邊度睇。